AI 幫你把整個系統寫出來 ，User、Order、Payment 全部都能跑 ，Demo 很漂亮。然後用戶開始進來，你突然發覺重複付款並發出問題，兩邊數據對不上，這個時候你才知道真正困難的部分現在才剛剛開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東門 Eastgate， 做了20多年 Java Backend 系統，現在用 AI 重構自己的產品、內容和第二人生。我這20多年做的系統都是不能夠出錯的那一種，錢包、結算、高並發的後台，還有一個6TB 的 MySQL 系統。我跟你講一個做20多年才慢慢看清楚的事實，這些系統最貴的地方從來不是代碼，真正貴的是出問題的時候，那些你在代碼裡看不到的東西。這20多年我交了很多學費，很多次都是代碼很早就寫好了，但系統真正出事是在3個月後半夜2點。今天這一集我想講的一個被嚴重誤解的話題， Vibe coding 本身不是問題，誤解了軟件開發到底是什麼才是真正的問題。現在大家討論 Vibe coding， 吵來吵去都在吵同一件事， AI 寫的代碼好不好，會不會有 bug， 能不能夠上 production。 我覺得討論太淺了。 Vibe coding 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代碼的質量，而是它讓很多人誤以為軟件開發只有寫代碼這一回事。但是在一個真實的系統裡，寫代碼通常是最便宜的那一個部分。你沒聽錯，是最便宜的。AI 現在幫你把代碼生成出來，又快又便宜。但是代碼被生出來了，跟系統完成了，這兩件事差距非常的大。很多人把這兩樣當成同一件事，這就是所有誤會的開始。以前我做結算系統，有一個功能，寫代碼本身可能1-2天就寫完了，但真正花掉我們幾個星期的是這些問題。如果同一筆交易，系統同時收到2個請求，會發生什麼？如果轉賬轉到一半，服務器突然有問題，比如說斷網，這筆錢要算在誰那邊？如果今天對賬，兩邊的數字差了1塊錢，我們要從哪裡開始查？這些問題一行代碼都還沒動，但它們才是這個系統真正的難度。AI 把你1-2天的代碼寫完，寫得漂漂亮亮，但剩下來那幾個星期的判斷一點都沒有幫你做。你可能會問，如果代碼是最便宜的，那貴到底是什麼？我一個個列給你聽。第一，邊界定義這個功能到底要做到哪裡，哪裡不做。第二，風險判斷，這裡出錯了，少了一條記錄，還是會少了一筆錢。第三，數據一致性，同一筆錢絕對不可以被扣2次。第四，可維護性，半年以後換成另外一個人接手，他看不看得懂？還有第五，故障回復，系統半夜掛了，怎麼自動救回來？你發現沒有？這些東西有一個共同點，它們大部分根本不會出現在你的 GitHub report 裡面。你打開那個 project， 看到的全部都是代碼，但真正花錢、花時間、花掉一個資深的工程師整個職業生涯去練的，就是那些你在代碼裡看不到的判斷。我再舉一個例子，可維護性。AI 今天幫你寫了1000行代碼，跑起來完全沒有問題。但是3個月後，你想改其中一個小功能，你一打開，連你自己看不懂當初為什麼會這麼寫。這個代價是你後面一點一點慢慢要還的。所以你回去看我開始的那些例子， AI 幫你生成 User、Order、Payment 全部都能跑， Demo 很漂亮，然後重複付款、並發數據不一致，全部冒出來。不是 AI 寫的不好，是那些最難的東西 AI 根本沒有幫你想，因為連你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要想。這才是 Vibe coding 最危險的地方，它給你的是一種我已經完成了的錯覺。代碼能跑， UI 能看， button 可以按，看起來就是完成了。但真正決定這個系統
會不會出事的那些事情，他們安安靜靜的一個都還沒有被處理。錯覺其實比 bug 更加危險，因為 bug 你看得到，錯覺你看不到。所以以我的角度看，未來真正的差距不是你會不會寫 Vibe coding， 我覺得 Vibe coding 會變成一個基本能力，就像今天每個人都會 Google Search 一樣，沒有什麼好特別強調的。但真正的距離是一個階梯，我把它分成3層。Level 1 AI 幫你寫代碼，你跟他講，幫我寫一個登錄功能，他給你一段代碼，大部分人都在這裡。Level 2 AI 幫你完成任務，你跟他講，幫我加一個會員系統，他會自己把任務拆開，寫好幾個部分，自己調通，不是一段代碼，是整件事。Level 3這才是關鍵，你先把規定定好，把 skill 寫好，把測試和知識庫準備好，然後讓 AI 在你設計的框架裡跑，你負責 review， 負責做判斷。你看出了差別嗎？ Level 1和 Level 2你還是在用 AI， 到了 Level 3你在設計 AI 怎麼被使用這一件事本身。Level 1和 Level 2 AI 的速度就是你的速度，到了 Level 3你的判斷決定了 AI 能不能夠被信任。中間的差距不是會不會打 prompt， 是你腦子裡有沒有一套完整的系統。這就是我為什麼講 Vibe coding 不是終點，它只是一張進入遊戲的門票。門票人人都買得起，買了門票之後你能走多遠是另外一回事。我看了太多人買了門票就以為自己已經站在終點了，然後第一次要上線，第一次真正的有用戶進來，才發現遊戲現在才開始。所以你問我到底怎麼看 Vibe coding， 答案其實非常簡單。AI 把代碼變便宜，判斷力反而變貴了。以前會寫代碼就很值錢，現在代碼幾乎是免費，真正值錢變回那個最古老的東西，判斷什麼應該做，什麼不應該做，以及當系統出了問題的時候，誰來做那個決定，誰來負責。你想想看， AI 寫代碼出事了，你能怪 AI 嗎？不能。最後站出來跟老闆解釋，跟用戶道歉，半夜跑起來修補的還是你，責任沒辦法外包給 AI， 而判斷力就是為了扛這個責任而存在的。這個 AI 暫時還給不了你。這個頻道如果對你有幫助，請訂閱一下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留言告訴我，你有沒有遇到那一種 demo 非常漂亮，結果一上線就出事的時刻？那一次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？好了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